这回又是什么马戏？门上有字。太玄有云：玄生万物，久久归一。训乎其玄，乃为浑形无穷，正向天。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跟天书一样。这个是数论，题目在这儿呢。哦。当知万物有灵，而白驹独存；亦或万物无志，而白驹独会。这说的好像是白驹过隙，说的是时间。我好像知道这道题怎么解了。哦，这上面也说了，要在内室中静候至长香燃尽。说的应该就是他吧？内室，门没锁，我们进去吧。等一下，这一关我一个人进去。为何？因为只需要一个人，你要是跟着一块儿进去，会坏我事的。哎呀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这不是你擅长的事，更何况只是解题而已。我若解不出来，就自然原路出来，这是我老师设下的禁制，他不会害我的。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我做完就出来。公子，属下接到消息，便星夜赶来，怎奈路途遥远，让公子久等了。无妨，多谢公子体恤。难得此处安静，恰好容我想一些事。找到大祭司的下落了吗？找到了，有人看到大祭司去了白头山，那是梅山君的地界，而梅山君是大祭司的好友，属下推测，白头山很可能便是其他4尊器灵的封印之地。白头山，我走一趟白头山，你先去兖都等我。是。想不到这里面……哎，别！啊？哎，这门消失了。为何会如此啊？因为这是一道只能在外面才能开启的门。那我们岂不是出不去了？那倒也不会，待长香燃尽，这道门会再度出现。哦，那你紧张什么？一炷香的时间而已，我陪你在这等便是。谁要你陪我啊？跟你说了不要进来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？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任何危险，叫你不要进来，只不过就是一炷香的时间，干嘛非得跟来呀？既然你都说了没有危险，是一炷香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让进来？季探英，你要搞明白一件事情，是我要解开封印，这是我的事，你不过只是我的一名侍婢而已，我没有让女人替我冲锋陷阵的习惯。还不说吗？
算了，既然你进来了，也瞒不住你了。你看看这里的环境，此处的环境迥别于外世，这里叫白驹之境。白驹之境？没错，是施法人利用心神之术创造出来的虚幻空间。此境的时间流速跟外界是完全不同的。如何不同？要慢很多。我曾经在我曾经也遇到过相似的困术，虽然外面只是一炷香的时间，可是我在里面却已经待了很多年。很多年？是啊，所以我才让你不要进来嘛。我都已经经历过了，我知道如何破局。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这10几年难道你不吃不喝吗？倒也不是，虚空之困说到底树的只是心神，即便是不吃不喝，也不会感到饥饿，更不会感到困倦。其实连呼吸都是不必要的，你没有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可吸之气吗？果真如此，那姓谢的倒是有些手段。老是学究天人，你不过是少见多怪罢了。行，算你们师徒厉害，你厉害，他更厉害，行了吧？那既然你已经有了破局之法，别藏着掖着了，请吧。这是要画的笔直，纵横交错，大小方格必须要一致。啊？我画横线，你画纵线，明白没？哦。这条线画的不直啊！这样就行了吧？横平竖直，方格规整，可以了，非常棒。还你。给我干什么？你还得接着用呢。什么意思？我来画叉，你画圈。那该你了。你搞这些，就是为了下棋？是啊，下棋是最打发时间的了。这就是你的破局之法？嗯。你干嘛呢？号脉。号脉？以脉搏计时。那计时是做什么用呢？算算你这步棋要花多久时间？这步棋你落了足足21800次心跳，也就是说你用了3个时辰的时间。这时间有的是，下慢一点不是正好吗？上一次我跟自己下棋的时候，经常会一盘棋就下10几天。今天我都照顾你，加速了呢。这下慢棋实在是无聊，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打发时间？要不然，哎，喝酒怎么样？你有酒？有啊，不过只有1坛，是上次在楼舟上的时候阿雪送给我的。总归聊胜于无，拿出来吧。就1个杯子啊？大祭司如果嫌弃的话，那你就抱坛指引呗。这酒这么少，我们得慢慢喝。不如行酒令吧。可是我不会玩行酒令。这有何难？饮酒的游戏多如繁星，
玩过我从未吗？那是什么？很简单的，你说出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，如果我也没做过，那你便是输了。输家喝酒，无论输赢，对方出题，但是要在考题前面加上“我从未”3个字，听明白了吗？好像不是很难。哎呀，玩一遍就会了。你先来。那我从未偷过东西。这么无聊的题，不过你赢了。我赢了。你偷过东西啊？你偷什么了？很多啊，小时候偷过父亲的酒，偷过先生的考题，偷过唐花的靴子。长大之后就偷得更多了，偷了不属于自己的名声，不属于自己的力量，还偷了很多人命。我该喝多少酒？这不能这么算。那为了唐花的靴子吧。换我了。我从未欺骗过朋友。你骗人！你上一次的时候还让我去十方镇蓬莱巷找一个姓白的先生，可是根本就没有十方镇蓬莱巷，更没有姓白的先生啊。那你是我的朋友吗？我认为我是。那你欺骗过我吗？看来你也不老实嘛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。何谓亏心事？羞耻、惭愧、违背良心、自我厌弃的事。那我也没有。你确实没有。我从未居心不良地蓄意接近某人。什么样才算居心不良啊？这还用问？行恶事、生恶念、揣度、算计，就是不良。那如果这样的恶，对天下人来说算是一种善呢？既是为天下人行事，自然算不得恶。好，那这杯该你喝了。好。我从未丢失过真我。何谓真我？无拘无束，无怨无憎，自由自在，从来没有因为外界事情而偏移自我，便是真我。哦，那你还真是好运啊。不多了。我从未有过心上人。怎么？你有过？我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怎么样才算心上人啊？就是关切、在意、欣赏、
会忍不住的想要关心对方，会控制不住的想要见他，想要跟他在一起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忘了自己是谁，就像喝醉了那样。怎么？你有过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喝半杯吧。你怎么也喝了？不玩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你撒谎！谁撒谎啊？你呀，你讲假话，你就是在撒谎啊！何谓真，何谓假？你分得清吗？活得越久，会明白一个道理：世事难辨真假。天是真的吗？地是真的吗？在这方空间里面，还有什么是真的呢？在这十方空间里，确实除了你我之外，好像没有其他是真的。你我难道就是真的吗？真的你我，难道就不用呼吸吗？我知道怎么出去了。香灭了，这关过了。没错，出来了。看来这就是下一关的入口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是不太明白。你还没参破吗？凭空创造空间已非常人所能，你老师就算再厉害，也没有这样的本事。所谓的白驹之境都是幻觉，能困住的也都是我们的神识罢了。那里面的时间为什么和外面的不一样？时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假象。时间不存在？鸡蛋叶，不然你说说看，什么是时间？所谓时，大到日升月落，天宇运转；小到燃香落沙，日冕沥干。更有甚者，我曾听闻西域有某族的能工巧匠，能以金属齿轮制成计时之器，能精确划分时之寸动，天差微乎其微。其实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也不过都是以某物之动机来计量另一物之动机罢了，只不过是以动算动，又何来所谓时间呢？我更不懂了。那我说的直白一点，所谓时之本质，也不过是天下众生为了协同劳作而一起约定的一个共识罢了。一日可分为12个时辰，但也完全可以分为24个、48个，甚至千千万万，只要天下人接受，那分成多少个根本就不重要。其实时间从未有过变化，我们能拥有的也都只有一个时间，那就是此刻，当时当下。这些都是你刚想出来的？其实也不难理解啊，只要知道时间是假象，根本就不复存在，那么白驹之境也不过是障眼法、催眠术，只要打自内心的不相信，又何须枯坐10年呢？结果没想到一试，出来了。悟性超然，看来之前是小看你了。我是说真的。知道了。红烧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字啊。我能不知道是字啊？那是什么？那是写字的笔墨。奇奇怪怪的，难不成让我们在这练字啊？不是你，是我。这些字都是我写的，是我当年在这儿写的。红烧肉？是红烧肉，也是静心咒。所以，
你真的抄了无数遍红烧肉？是真的有用。那这关在墙上，撕下这些字，你就能看见了。还真壮观啊！当年老师只算出一域星谱，约数百颗而已，而如今粗略算来，也在1000颗左右。想不到他真的制成了千星图。什么图？千星图，此图始于南海，原本是海民航船所用的变位海图。你别看现在有这么多颗，起初可是只有数十颗星是真正被算透运行规律的。只有数十颗，那管什么用啊？你可别小看这数十颗星，大海茫茫，风云幻变，若是想在航海上辨别方向，没有比观星来得更准确的了。也正因为此等学问传播开来，人族航海时方能周游寰宇，将货物精准运送于诸邦之间，令南人时申，北人批断。时申批断，听起来可不是寻常百姓的做派。我知道老师早年便欲完善星图，却以为100颗就是他的极限，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放下，却已将星图增谱至1000颗。若此图广传于世，那世间便再无穷极之地。由100至1000，那现在的破解难度岂不是比你当时难了10倍？何止10倍，每多100星，破解难度就会陡然剧增几十倍。这一题，恐怕只有在星河中徜徉过、熟悉每一域星位的人才能解得开。可我们现在上哪找这样的人？鸡蛋爷，我知道了，千星蕴藏4种变化，而每一种变化最终可以推出1位数字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要得到的答案是4位数字。不错，你看那扇门。哦，明白了。之前听你介绍，我以为有多难呢，还以为又要被困10年。是很难的，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设下这么难的题。若换做别人，怕是真给了10年，也未必就能解开。懂了，还是你厉害吗？我当然也有不明白的地方。你看，就比如说这4位数字，它为什么要这么排列？我是无论如何都猜不到其中的含义。猜不透就不要猜，过都过了，下一关。哎，此屋我认识，叫什么屋来着？玲珑屋。对，玲珑屋。你熟悉？空间降数是隐公山学子的必修之课。你老师也会，还教你们？我怎么听说不是这样的？那，你听说了什么？我听说这玲珑屋是人间降祭之最，无双神女也正是因为独创了此屋的建造之法，才以降祭得到封神的。而后人虽仿制颇多，却始终无法模仿这真正玲珑屋的缩地成寸、大小伸缩自如的玄妙变化。你知道的还真多。那这个能变化大小吗？果然是个仿品，看来这空间降数还挺难的嘛。哎，你那个能装万物的袋子，原理似乎与之相似啊。
然是两码事。这里显然是个公房，又有房嫔在此，这关不会是要造个玲珑屋吧？应该是吧。别告诉我你有可疑。试试看嘛，这万一就成了呢？你真能造？为什么不行啊？这在1000年前是绝技，可在现如今不就稀松平常吗？是这样吗？你看，就比如说这4位数字，它为什么要这么排列？为师在你这般年纪，只要心烦意乱，就随手抄一本静思录，自能平心静气。静思录。